平行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。等我们故事再继续。听雪融化，可是心在烧。你的声音我听不到。握紧的手松开，只觉得痛，逃不出爱的牢笼。注定只默默看你走入你的背影，逃不出空气里你的站立。平行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。等我唤醒你，等我们的故事再继续。这样也好，也不用与同胞姊妹争宠，他可占尽六宫荣宠。娘娘，倒是连累你，陪着行尸走肉一般的我，困在这深宫中。不要这么说，当初是嫔妾自动请愿，追随照顾娘娘的。娘娘，嫔妾有几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这位聂美人来头不简单，也对玉嫔娘娘颇有好感，可惜她还没弑君，便被画上了要送给九辽王的屏风，想必早晚要被送往藩邦。我听闻聂无双从才女封为美人，且搬往翠华轩，都是云妃娘娘的主意，但嫔妾看来，这只是虚情假意罢了。云妃，她定是想聂无双很快就要离宫，便做这顺水人情。云妃不喜欢的人，我们也不要招惹。况且太后不让我与任何人来往，我不想连累到这聂美人。皇上，累了吧？喝杯茶，休息一下。要送往九辽的贺礼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全都不差，一切皆是按您的意思办的。晌午，太后娘娘也来过了，另外，云妃娘娘、淑妃娘娘还有宝婕妤，也都派人来探问过。看来，而今整个后宫之人，都日日盼着这个屏风送到九辽啊！哥，你今日要见我，是为了九辽之事吧？那九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从小爹就经常讲起，如今的九辽王是怎样的人，你也不会不清楚。这些我都知晓。知晓为何要把自己的一切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？这虽是险路，可也是一条捷径。自从我入宫以来，蓝王一直对我忽冷忽热，我觉着他定是对我们兄妹俩还有所保留。如若屏风之事可得皇上的信任和肯定，大哥以后在宫中的路也会平坦些。我做这些，也就知道了。不知道。芊芊，大哥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牺牲，大哥只期盼你能在这后宫里安稳的生活。安稳，哥，
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溺水的事情吗？当然记得。那之后，你经常做梦说胡话。也许这一切都是真的呢。也许我的命运，就是为了辅佐2位君王，最终到九辽去。九辽对离国一直虎视眈眈。倘若我真的可以辅佐九辽王打下离国，推翻离王的暴政，杀了顾青红，这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报仇的方法？而哥，可辅佐蓝王统一南北，再灭九辽。到时，大哥可以把南方的富族带到北方去。若父亲泉下有知，也会原谅女儿。芊芊，哥，不必说了。有我画像的屏风，也已在送去九辽的路上了。剩下的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你怎还与小时候一样啊？认定了之后就不会改吗？姐姐，刚刚有人来通报，皇上正赶往御花园的路上，好似要见姐姐。这翠华轩住得习惯吗？多谢皇上关心。这南方的吃穿用度，比北方精致多了。比起亡命天涯的日子，在兰国已经很好了。习惯就好。若有任何不满，别放在心里。有什么话想与朕说的吗？无双一切听皇上安排。你这荷包，朕好似在哪儿见过，很眼熟。可以给朕看看吗？他一向喜欢蔷薇的。玉嫔她过得还好吗？皇上，云妃娘娘到了。见过云妃娘娘。皇上，臣妾在来仪宫陪皇后娘娘艾灸，没注意到时辰。你看，不小心还被艾条烫伤了。早知你在这儿家人有约，臣妾就不急急忙忙的来了。云妃娘娘误会了。不过，皇上开心，臣妾就开心。聂美人啊，要不你先退下吧，这里有云妃陪我就好。诺。皇上曾说过，君案之侧只留臣妾一人位置。臣妾替你下吧。你有多久没见过你姐姐玉嫔了？玉嫔是你的孪生姐姐，你们本应骨肉相连。看来朕真的是太宠你了，你连跟姐姐的点滴亲情都给忘了。在臣妾心里，时时刻刻惦记的只有皇上一人。天地间万物中最大的力量就是爱，你只要给你的姐姐多一份关爱，比起太医署任何一道善药都管用，你明白吗？是，臣妾知错，皇上，臣妾定牢记于心。小的给太后请安。
紫微宫最近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？什么都逃不过太后的法眼。昨日紫微宫确实来了位生人。谁这么大胆子？不晓得那是哀家的禁地吗？就是那位新晋得宠的聂美人。他怎的会遇上玉嫔？说是在花园偶遇。他们说了些什么？玉嫔全都在打哑语，而且雅美人不让小的进入内室，远远的听不真切，好似都是些平常的寒暄。真的？小的不敢欺瞒太后。对了，临走时，玉嫔好似在聂美人手心写了什么。你回去，把紫微宫给我盯紧点儿。诺。太后，送往久辽的屏风已经在路上了。他聂美人就是再恃宠而骄，在蓝宫里待不了几日了。太后的事情他没胆子碰。哀家从来不相信巧合。瑞王将聂无双带进宫中，难道就是为了调查当年季柔桑的事？玉嫔娘娘，这紫微宫真是奇奇怪怪的，哪有大白天闭门谢客的道理啊？许是身子不舒服休息了，或是出去了吧？回宫吧。聂美人，玉嫔等你多时了。玉嫔娘娘，你怎的来了？雅美人今日怎的没陪你一起来啊？这个宫女，上次我去紫微宫的时候，好似没有见过。奴婢是在紫微宫的，昨日恰好调去了佛香阁洒扫。这是玉嫔娘娘特意送给聂美人你的。上次的荷包太过简陋，这枚玉琚是周代皇室之物，极其珍贵，玉嫔娘娘连雅美人都没舍得给呢。这么珍贵的礼物，我怎的好收呢？务卿情意重。这东西这么难得，倒不如赠予你的孪生妹妹元妃娘娘吧。相生如同陌路，人生难得一至亲，发之于外。玉嫔姐姐，倒不如与云妃娘娘好好的谈一谈。外人知晓的越多，你们和解的机会就会越少。姐姐到底同他说了什么？你看，玉嫔娘娘，若你是想交一个朋友，而不是盟友，翠华轩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你也该回去歇息了。娘娘，聂美人可有把你当做玉嫔？这个聂无双心思太深，本宫猜不透他的用意。玉嫔娘娘，请留步。这是聂美人嘱咐奴婢送与娘娘的，玉琚物归原主。这烫伤膏是给娘娘治手的。奴婢告退。娘娘。紫微宫那位也不是那么寒酸嘛，泛泛之交也可以拿出那么好的玉琚打点，看来人家也不是很稀罕姐姐这盒胭脂。眼睛看到的未必是真的。
聂美人在吗？林冕替皇上来给聂美人送礼了。林公公，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。皇上忧喜美人到了新的地方，夜里睡不安枕，但公务缠身又不便过来。这不，残沙甜心的枕头，安神静绪的好药材，尽数挑了好的，让小的给你送过来。要是皇上能亲自来，那就更好了。方才听夏兰姑娘说，什么胭脂？是新贡的鹅黄芡粉不合心意吗？林公公，你听错了，不是不合心意，是太合心意了。这么好的珍品，姐姐竟想借花献佛，送与玉嫔娘娘。是紫微宫的玉嫔娘娘吗？是，原来她是元妃娘娘的姐姐。请聂美人恕我直言，您还是不要与玉嫔娘娘走得太近才好。是怕我开罪元妃娘娘吗？不，是太后。姐姐，姐姐，怎么了？看把你高兴的。九辽王看不到姐姐了。他们说，送往九辽的礼车在途中被烧了个精光。谁烧的？我想应该是想让姐姐留下来的人吧。谁？又想捉弄人家的话，就到别处吧，我可没心情陪你玩。你经常被人捉弄吗？告诉朕吧。无双见过皇上。千万不要这么大动作。朕是看到今夜月色撩人，才偷偷溜出来的，不要告知他人。你呢？我也是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朕，谁经常捉弄你啊？我说的是夏兰，我还以为是她在捉弄我。来，坐吧。没关系，坐，这里又不是龙椅。原来皇上也会打水漂啊！我还以为这是小男孩玩的游戏呢。其实这些都是武帝教我的。小时候啊，他才是最顽皮的。所有母后不喜欢的小玩意儿，全都是他教朕的，真是把母后气死了。哼。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来，朕带你去看点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我从异域高人那边学回来的。这东西是用异域的天蚕丝炼制而成的，加上用以轻功，御风而行，可以久久不落。害怕吗？你看，那边就是你住的翠华轩。皇宫是人间灯火最灿烂的地方，是这世上最奢华的牢笼。
皇上何尝不是困在这个笼中？他定也是很孤独的吧？朕从小就未离开过这里，一直在这宫中长大。朕的父皇告诉过朕，权力越大，失去的越多。皇上，这四面高墙，关住的是人，却关不住人心里的梦。梦啊，朕的权力和财富不就是大家追求的梦吗？有什么比这个梦更有吸引力的？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，过平平淡淡、普普通通的日子。看来你与后宫其他的女子追求的东西不一样。皇上，朕的父皇同朕说，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君臣，而是父子。朕此刻同你在一起，我不是皇上，我是我。凤卿，记住娘说过的话，我们不属于这里。将来你长大以后，不要让自己爱上任何人，那会成为你的软肋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奴婢也正奇怪呢，一早上起来就发现这个了，还以为是姐姐差人送过来的呢。这屏风不是被烧了吗？送往九辽的礼车起火，这下聂美人不必担心离开蓝宫了，可以好好欣赏这蓝宫的春夏秋冬。无双也听闻了此事，皇上已差人准备了新的礼车，只不过那里面再也不会有美人图屏风了。那个屏风，现下应已送到翠华轩了吧？无双今早见到了，不知皇后娘娘可知，这是否是皇上的旨意？你就当是本宫送给聂美人的吧。坐吧。云乐这孩子啊，总是给本宫出难题。前几日他吵着要骑马，又怪宫中没有合适的马鞍。薛弼心细，让工匠连夜赶制了一副出来，可他又不愿意收了，让本宫替他归还回去。聂美人，皇上只有云乐这一个同胞妹妹，眼见她也不小了，本宫晓得素日你与她走得亲近。云乐可曾向你提及过她未来的亲事？云乐公主单纯，但正值豆蔻年华，情窦初开，对爱情自然是有所期待的。薛弼是薛家的大公子，打小就喜欢云乐。论家世地位，薛家在兰国也是数一数二。这门亲事可谓天作之合。薛弼？是啊，他们从小便相识，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就如本宫与皇上一样。恕无双直言，公主好似并不钟情于薛弼。是吗？云乐公主心中的确有一人，但不是薛弼。不过，无双答应过公主，替她保守这个秘密。云乐心里有谁并不重要，
整个兰国最适合这门亲事的只有薛弼一人，单这一点就够了。可是，两个并不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，这成婚后如何能找到幸福呢？婚姻嫁娶务必要门当户对，只有合适的婚姻才有幸福。至于你说的真心相爱，他们成婚以后自然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用来相爱。爱情只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无双认为，两个人相爱过，即便最终不能相守，这期间的朝思暮想、患得患失，才是爱情的本身。爱情是一辈子相知相守的基石，是最终的苦尽甘来。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吗？爱情是寻常百姓追求的梦吧？本宫母仪天下，与俗世女子本就不同，也不需要这些。当然，皇上更不需要。聂美人为何如此拘谨？无双从未想过，能与太后同桌而食，不禁惶恐。酒寮礼车被烧，画有聂才女的画像始终没有送到酒寮王那儿。看来聂美人与我们兰国的缘分是剪不断的。是无双没这个福分，为兰国出使效命。既然留在宫中，就得守宫中的规矩。后宫众妃以皇后为首，都以哀家的喜恶行事同哀家相处。多谢太后提点。好，先陪哀家用膳吧。诺。聂美人，我记得原先你有一条很特别的项链，为何今日没有佩戴在身上？这是瑞王看中的东西，为何太后会好奇呢？回太后，那宝石的绳结坏了，交给婢女去修补了。此宝石一看就是非凡之物。哀家记得瑞王小时候也有一件差不多的宝物，该不会是……太后误会了。这宝石从小陪着无双一起长大，无双不知，原来瑞王也有一个类似的宝物啊。你是瑞王带来的人，以他的心性，把宝物赏给你，不是稀奇事。你没有必要向哀家隐瞒。无双没有隐瞒，说的全是实情。无双5岁的时候，随父兄一同去游湖，失足溺水，在水底被一个如仙女一般的女子拉了回来。当我被救时，我的手里就已有这个宝石了。你5岁是哪一年？是癸酉年。癸酉年，那不就是瑞王生母逝世的那一年吗？你还记得是几月几日吗？无双记得，应该是端午的前一日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会是同一日？果真是妖孽的化身。皎皎明月，你有这么多副面孔，到底哪一副才是真实的呢？这宫里人心要比这明月更莫测。美人这么晚了，是要出去吗？许是今晚太后宫里的食宴太过美味，一时贪多，有些积食，定是要去活动一下才好。替我点一盏灯吧。
还是奴婢给姐姐引路吧。不必了，今晚月光皎洁，我正好一个人去花园走走。昨日聂无双来后，我就一直心绪不宁。娘娘，你想多了。聂美人来过，见此无人，她都回去了。娘娘用心良苦，是不想让聂美人沾上是非。这个后宫，哪个后妃不是互相掐线呀？恐怕再也找不到像娘娘这样宅心仁厚的人了。哀家才是那个宅心仁厚的人。太后，玉嫔今日身子确实不舒服，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吧。太后处置玉嫔，容你多嘴！来人，带走！当初哀家就不该留你这条命苟活在宫中。知晓这世上什么才不会泄露秘密吗？不是哑巴，是死人。是谁让你进来的？贱人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。想死是畏罪自杀吗？哀家问你，聂无双找你干什么？你又跟聂无双说了些什么？真的没有？你知晓哀家为何不让你死吗？是因为哀家有办法让你活着比死更痛苦。哀家无论你当年在上元宫是否看到了什么，只要你敢告知他人，哀家就会让云妃和你一样，生不如死。哼！恭喜你啊，不用被送去酒寮了。你怎么一个人来这儿了？没什么，吹吹风，让自己清醒一下。你呢？
我有些害怕。怕什么？你身上披着的可是天子的衣裳。这宫里有人想伤害你吗？很多，从小到大就不缺，但本王不需要人保护。那宝石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在打听我吗？太后今日召我去上元宫，问我井上宝石的事情。我推脱说拿去修绳子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会伤害到你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会想我吗？你别胡说。别在我离开后才对我好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在这宫中，可怕的事情还多着呢。只手遮天的丑事，你想都想不到。你见过有人为了争宠而不惜戕害性命的吗？你见过有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嗣独大而设法要除掉其他的皇嗣吗？你见过把人称作妖妃活生生推进江中的吗？你见过一个5岁大的孩子每天都要应付这些埋伏跟暗杀吗？我明白你说的这些，但是我相信总有一日，我们心中的仇恨是可以释然的。你的仇报得了？杀掉顾庆红和高阳，都是我们大兰做得到的。而我的仇，永远报不了，因为我的仇人就是皇上的亲娘。这世间对我最好的人就是皇上，我三哥。总有一日，他必须在我和太后之间做个选择。不会的，皇上是不会伤害你的。人的一生都活在选择间，到头都是身不由己。你早点休息吧。你身上披着三哥的披风，没有人敢伤害你的。我怎么突然会说话了？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是我有这个能力让你张口说话，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知道你最想要的是什么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来帮你的。这个世间，只有我才知道你心里的委屈，只有我
才能让你重新捡回你曾经失去的一切，也是你心目中最渴望的一切。皇上，玉嫔爷爷很久未见到你了。你怎么不睡啊？云飞，你做噩梦了吧？快点睡吧。臣妾只是觉得，怕这是一场梦而已。再过一会儿，梦就醒了，臣妾就不在皇上身边了。皇上，怎么会呢？朕一直在，不要担心啊。愿是你有意的心，你让般若即若离，夜风中我在这里，迎接怕你眼神的降临。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这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始终眷恋愿是我们的距离咫尺间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这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